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。太对了，老了以后你的家庭地位是怎样的？是坐着享清福的皇后，还是仍需努力批阅奏折的皇上，或者是还得继续带孙子孙女的皇太后？这有张大拇指与你的退休状态测试图，能测出你退休后的状态，赶紧带着朋友们一起测试。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，太准了。放下手机，一起伸出右手的大拇指，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，就能知道你退休后的状态了。据说超准哦。伸出右手的大拇指，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，对照上图，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类型。上面比下面长，为爱献身型退休后，你需要继续照顾家庭，因为爱而继续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责任。不过，相信你一定会乐在其中的。毕竟，现如今带孙子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。中国的爷爷奶奶们具备教师的水平、医生的能力、保姆的耐心、厨师的手艺、雷锋的精神、运动员的体魄、专业司机的技术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B 上下一样长，悠闲享福型退休后，你是享受生活的类型，约上3-5好友爬山、唱歌，定期跟老同学聚会吃饭，牵着老伴的手环游世界，还参加老年大学学习新知识的人就是你了。这样的你不用劳动，不用费心思，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，是一个可以享清福的人。C 上面比下面短，忙碌不停型退休后，你很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，并不一定是因为钱，而是社会岗位需要你，需要你的知识、经验和能力。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，哪怕退休了，也还想继续发光发热。这样的你十分热心，很受大家的喜爱，但是也要多关心自己，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。第二，7种易招小人的手相特征，看看你有吗？有的人在职场中总是招小人陷害，而有的人则总有贵人相助。那你是容易招小人还是遇贵人呢？下面从手相的角度为你整理了7大易招小人的手相，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。1. 小人纹多，小人纹位于食指根部，倾斜的几条纹路，没有斜纹的不容易犯小人，一般人都会有几条，越多越会招惹小人，如果过多的话，则可能会招惹官非。2. 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，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，这种人天性单纯、固执，语言表达能力差，人际关系往往处理不好，特别容易因轻信他人上当受骗。这样的人容易招小人，并且最不适合经商做生意，需要小心被骗，导致血本无归的糟糕情况。3. 小指底部一节最短，小指底部一节最短之人，其人一般都是个性天真，容易轻信他人，且体力不佳，意志力薄弱，极易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，给人可乘之机。4. 智慧线横7竖8，在手相中，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。如果智慧线横7竖8的，这种手相的人也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。这种人通常情商都不高，说话比较直，虽然并无恶意，但是无形之中也总是会得罪不少的人，所以容易遭人记恨，而遭到陷害。5. 肩行掌，肩行掌的人属于不用操劳的命格，只有手掌颜色发红的情形下，会为自己家庭操劳一点。这种手相的人很会享受，但需注意不要过于逞口舌之快，容易得罪人，招人陷害。另外，这种人往往感情用事，
外貌协会，要经历好几段感情才能有所收获。而在事业上，这种人应避免目空一切，觉得什么好做什么，应该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，不然就会做一次败一次。6. 横纹穿插事业线。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有3条主要的纹路，分别为智慧线、命运线和事业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上有横纹穿插自己事业线的话，则表示在生活中会容易遭受小人的陷害。这种手相的人在事业上很容易招致他人的眼红和妒忌，而遭受到陷害，从而干扰自己事业的发展。7. 感情线纹路杂乱，在手相中，感情线代表着一个人家庭、生活等方面的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命运线纹路杂乱的话，则表示其家庭不和睦，经常会有争吵之事发生。在平常的人际交往和生活中，也容易招致别有用心之人的陷害，容易听信小人的谗言，被人从中作梗。这种手相就是典型的招小人手相。第3，天生有好运势的女人手相。一手掌多财帛纹，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越多，身长且粗直，代表此人进财越多，财运旺盛，福禄双全。有这种手相女人，意味着她们一生能享用的财富源源不断，就算自己出身平凡，家境普通，也能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，求财顺利，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，不仅夫妻感情亲密，还能帮旺夫运，生财有道。有这样手相的女人，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。2手掌多守财纹，守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平行于感情线的线纹。有这种守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，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，但是能够依靠家人、丈夫或自身的努力守住财富，积累财富，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善于精打细算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只进不出，能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，也是能有富足的生活。3食指有3约纹，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的话叫做指节纹，如果食指有3条指节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多进财机遇，能有丰厚的财富。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，而且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。女性的话，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，婚姻幸福，也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，物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生活美满安逸。4掌纹深刻清晰，手掌的纹线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，掌纹杂多混乱，寓意此人运势多曲折，常有意外变动出现。掌纹深刻清晰与否，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。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多智慧超群，心思敏捷，做事情有章法，有清晰的人生规划，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。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，能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，对待感情清醒理性，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。具有事业心，有不服输的韧性，能成为事业型的女强人，在事业上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，财运顺利，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。5手掌柔软圆厚，手掌以厚实圆润，色泽健康红润为吉，肉主阴主富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皮肤光滑柔软，表示此人气血充足，元气充盈，说明此人身体健康，诸事无碍，运势顺利，能健康长寿。高寿也是一种福气，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。有这样的手相女人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，命中财富深厚，福禄天成，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就算生在平凡人家，也是家庭幸福，身心充盈，安逸无忧。
6. 掌心厚实有凹陷，手掌就好比聚宝盆，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，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。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，积累下丰厚的财富。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，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，生财有道，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，老有所依，能安享晚年。7. 太阳丘高隆，太阳丘代表着财富、财富、才能与名声等。手掌中太阳丘隆起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。有此手相的女人，性格坚毅但不苛刻，为人厚道，婚姻成功，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，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，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，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。对内也能持家有道，婚姻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8. 木星丘饱满圆润，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，热衷名利，意志坚定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。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，所以在选择伴侣时，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，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，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。好了，向大家讲讲看手相之人运。掌中有元宝纹，小元宝小富，大元宝大富，反正早晚都能富。拥有双鱼纹之人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。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，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的交叉纹，形状像一个鱼形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，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。有这样的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，才华横溢，智慧超群，而且运气很好，一般都能成为行业中的成功人士，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，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。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红润，掌纹细腻，那么这个人官运好，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。2. 拥有玉颈纹之人，一般的颈字纹都是比较小的，由小杂纹和小细纹构成，这样的小颈字纹运势有多大可想而知。那么玉颈纹就不一样，玉颈纹是由双事业线和太阳线、财运线构成，形状大，运势也大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绝非池中物，一飞冲天，指日可待。手相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难得一遇，学习时期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飞黄腾。假如在您的手相上有玉颈纹的话，成年后事业运势很强，步步高升，并非等闲之辈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手相上有玉颈纹之人，百年都难一遇，年轻时上学期间就是天之骄子，颇有惊人才华，工作后注定会扶摇直上，必定是富贵之人，可喜可贺。3. 拥有元宝纹之人，这个纹路才是真的元宝纹，它是由杂纹、生命线和智慧线，或者由财运线搭上事业线形成的纹路。如果同时掌形丰厚，颜色红润，手型端正，那么元宝纹的运势才能够得到彻底的发挥。掌中有元宝纹，早晚都能富，生命线和智慧线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。看命运好不好，运程顺不顺，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。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，
分叉纹路有几条，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，延伸的越长，就表明钱财越多。这样的人生来含着金汤匙，此生注定横财不断，通过生意发家者也大有人在。手心元宝纹，四角不漏，属于大财库。一般来说，元宝纹代表有强的聚财能力。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元宝纹配合好的感情线，手心元宝纹更大的作用在于旺夫之财，说明你是你丈夫的贵人，婚后可帮助他提升运势，事业更加顺利。第二，40岁前有望暴富的手相，你的手相如何？十指连心，可见手对于身体是何等的重要。自古以来，我们从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，直到现在，中医学中还在沿用。例如，在消化科方面，可以通过看手掌有无肝掌来断定有无肝硬化。这样看来，学会看手掌还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人的手属于卧财手，40岁前有望暴富。一、人缘线。人缘线位于小鱼际处，向着手心方向延伸，通常有1条或者2条、3条。如果一个人的人缘线不仅向掌心处延伸，而且还顺着中指向上走，则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在婚后发富，也许是丈夫有潜力，也许是爱人能力强大，能相互扶持，走向富贵。二、生命线。生命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主管生命的线。如果线路顺畅且清晰，代表的是身体健康，有高寿的寓意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的起点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中心，然后分2条线向下走，而且都还清晰可见，拥有这样手相的子，命中的财富也是数之不尽，而且不动产有很多，多属于成功人士。3、财运线。理想的财运线如同针一样笔直延伸，并且不受障碍线的阻拦。出现这样的财运线，意味着收入稳定，有存款、有证券、不动产等资产渐渐增加，没有大难大灾，事业稳定，走入正轨，能过上较好的稳定生活。4、事业线。事业线又名冲卦纹、土水形长财衬之、冲天纹、玉柱纹、天喜纹纹笔等，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。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。事业线的起点不同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性的形。手中的事业线从智慧线上开始，为大器晚成。这类人在中年后才开始起好的事业运，事业上才能步步高升。5、断掌纹。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。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、很宣、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第3，手相能看出轨外遇信息。婚姻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婚姻运势与走向。婚姻线外形的好坏，也体现出命主的婚姻运势特点。如果手中的婚姻线延伸至金星丘，那么其人在结婚之后出轨的概率相当高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可以说是天生的多情种。这样的人不但对于爱情容易缺乏忠诚度，对于墙外桃花也毫无抗拒能力，经不住诱惑，甚至期待多方面的感情。这样的人婚姻比较难以和谐和持久。3线同源，即感情线下垂，与智慧线、生命线连结在一起，则其人在感情与理之间常混淆不清，因而做出傻事，
以致男女之间麻烦事很多，事后又追悔不已。此特征的人称为感情糊涂型，因为感情线压在理智线上，导致感情用事而不顾理智。失去理智的婚姻当然会弄得一团糟。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很多交叉符号时，也往往亦有外遇，并且亦有多段外遇。相对较轻或短暂外遇，但极有可能会外遇多次的手相。两条婚姻线极其靠近且长度不一的人，表示会在三角恋爱的关系上发生问题。如果上面的线较长的话，表示在结婚前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相反的，如果上面的线较短的话，表示结婚后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。有3条婚姻线的人，这样的人主爱情复杂，贞操观念薄弱，且容易流于风流和多情。但若是智慧线好的话，说明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，因此就会可以避免与对方发生纷争。婚姻线特多4条以上，这样的人婚姻上特混乱，没有一个能让他留恋的婚姻，享受肉体的乐趣多于精神。因为他是一个频欲的好色之徒，所以很难过健全的家庭生活。感情线下垂弯曲且长度较短，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自我意志能力较弱，有吸引异性的本能魅力，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，不计后果。在开始一段感情时，热情冲动的他们很容易爱上对方，也极其投入，犹如烈火一般激情燃烧。可是当时间一长，最初的新鲜感过后，双方的感情会被淡化，也就变得不再稳定。一个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使其见异思迁。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他们飞蛾扑火的原动力，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爱情都不会长久。4种晚年大有福气，可享受天伦之乐的面相。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经过青年时的努力，到了老年的时候能够享福，而且不少人都清楚，老年享福的也就意味着这辈子都过得不错的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面相分析晚年享福的面相什么特征？下面我就给大家具体讲讲。1. 下巴饱满，下巴圆润丰满，并且鼻翼两边的法令纹较为宽广。这一类人即使在早年运势不是很顺，但晚年福气很好，不但衣食丰盛，且能够大富大贵，儿女促膝，子孙围绕。但是如果法令纹或者是下巴位置长有黑痣，则代表着子女与自己的距离比较远，儿女难以亲自照料。2. 眼下有卧蚕，睫毛下方饱满丰隆，就像是握着一条蚕宝宝一样，这是卧蚕的特征。有卧蚕的人一生运势佳，若为女性则能嫁贵夫，儿女有出息，晚年能得以享受儿女的福气。若为男性，事业能有一番作为，桃花运旺盛。但如果这个位置有伤疤或者是黑痣，在早年会比较辛苦操劳，晚年运势才得以回升。3. 鼻梁笔直，鼻头圆亮。鼻子在相学中又被称为财帛宫，主导的是人中年的总体运势和财富运势，因此相学中和财富有关的常常都会和鼻相离不开关联。鼻子是象征中年运气，此时期大家正是经历、分析能力和人生阅历等方面最为高峰的年龄，所以许多的富豪都是利用中年运势来取得财富。所以如果鼻梁够笔直，鼻头够圆亮，便象征此人将在中年时大展宏图，事业和名利双丰收。4. 额头高而发亮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额头高而发亮是好的，说明你见多识广，头脑聪明，有一定的思维能力，事业心强，在事业上可小有成就。但是对于感情、婚姻来讲就不是很好，但是好在你的山根有力，可以弥补不足。耳垂大而饱满，双珠朝口，福气满满，晚年可享清福，配合的阔圆润，子女孝顺，
唯其少操心，望子可成龙，但是没有高挑之势，好胜心强，知足常乐为好。5. 双目有神采，面相上看，其实一个人的眼睛长得很有神的话，说明了这种人为人是很聪明的，做事情的时候也有主见，够坚定，从来都不依靠别人。所以这种人生活中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从来都是比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而且非常的坚定。所以在未来的生活中，他们其实会是属于那种能够为自己未来打算着想的人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未来他们会很容易获得成功，所以未来这种人晚年的福气是很大的，子女也会很孝顺。6. 面相耳垂珠厚大，面相上看耳垂珠很厚的话，说明了这种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气的人，并且寿命也是很长的。耳朵是福气和财富的象征，耳垂珠越大越下垂，代表了越是有福气。耳垂珠厚大的人生性善良，还是那种很有包容心、有爱心的人，生活中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有着很好的人缘。这种人无论什么阶段都会有极强的运气，总能够逢凶化吉。到来中晚年的时候，这种人基本就是享福的人，根本不用担心钱财的问题，而且未来儿女也是很孝顺很有出息的，所以他们一生都很顺遂，不用操心。7. 面相地格方圆，一个人的地格指的就是个人的下巴位置，地格也是看出晚年运势好不好的面相之一。一个人的面相上看，如果的格长得比较饱满圆润的话，说明了这种人为人是比较有福气的人。这种人生活中为人比较和善，好相处，也待人比较好，所以他们会有很好的人缘。下巴长得圆润的人是有厚福的，所以这种人未来是福气很大的人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们不但身体状况很理想，而且非常有子孙运，这种人能够享子孙福气，而且晚年会被照顾得很好，会很受尊敬，受尽福报，晚年生活安逸。8. 面相天庭饱满，相学上面认为天庭所指的就是个人的额头位置，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饱满，说明了这种人天生就是有福气和官运的人，这种人一生之中都不会有什么坎坷，并且这种人生来就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为人很聪明，很有上进心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自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人。而且这种人有很强的判断的能力，总是能够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问题，快准狠，人生敢想敢做，并且有勇有谋，懂得理财，所以说他们一生之中会有很大的成就，就算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赚取很多的财富，并且到来晚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享福的一种人。这种人晚年不但不缺钱用，而且还会有儿孙运，会享尽天伦。9. 鼻头有肉，鼻头有肉的人一般都性格温和，待人待事很有一套，不会与身边的人发生口角，并且还会很善于处理人事矛盾和纠纷，婚后根本就不会担心与家人相处起来会有困难，并且此人还会给予丈夫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，在家人的事业生涯的转折点给予家人指点迷津，使家人的事业上能够更加的有经验，做起来也会更加的顺利，飞黄腾达的几率非常大，日后可以保证安枕无忧，不缺钱花。10. 眼睛细长，若人眼睛细长的话，那么其一般都是比较有耐力的人，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着比较长远的目标，且也会为此而努力拼搏，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，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停下，反而能够变得更为坚定，从而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。11. 脸型上窄下宽，人的面部分为上中下三庭，中下部分代表着中年以后的生活，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脸型上半部分比较窄，到了下半部分逐渐显宽的话，那么代表这种人往往会在中年之后渐渐发达，
不仅生活地位提高，家庭也会变得更加和睦幸福，属于典型的中年后好运加深的面相。12. 田宅宫宽阔，眼睛和眉毛之间的部位叫做田宅宫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房产、财产等情况。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部位有恶痣、疤痕的话，代表这个人在生活中多运势受阻，家产少，很难受到祖上的印庇。而一个人的田宅宫若是相对宽阔，皮肤色泽好，没有疤痕斑痣时，则说明这个人背后隐形财产富有，即便到了中年也能渐渐发力，从而拥有更多的资产和财富。13. 嘴巴厚实上扬，一般来说，嘴角上扬的人天性比较乐观，所以有这类面相特征的人，面对困难也能迎难而上，勇敢积极去面对。而嘴唇厚实再加上嘴角上扬的话，一般步入中年好运连连，无论是事业还是财运都能变得顺利起来。因此，这类人的中年后好运与他们在年少时期的奋斗是分不开的。14. 方脸且耳朵大，方形脸的人往往做事低调稳重，不会胡乱张扬，属于可靠型人格，因此他们会在事业和财富上往往早做规划积累，到了中年后自然变得更加顺利。如果方形脸再配上大大的耳朵，那么这种人就更有富贵和福分，中年之后运势更加上涨，财运稳赚不赔，事业步步高升，家庭愈加和睦幸福。15. 颧骨高耸饱满，其实颧骨高耸饱满的面相是很好的，能看出这个人拥有很高的权力欲望，更是容易成功的，在工作中是能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才能，领导能力也会很出色的，轻易就能得到领导的赏识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当上领导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拥有的财富是会有很多的，容易成为成功人士的，名声很大的，就是越努力越幸运的。晚年能够享福的人并不是靠着运气的，这类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经历过生活的风霜的，有的人是辛辛苦苦走过来的，当然了，也有的人一生都过得比较顺利。不管是哪种人，晚年有福可享，那么这类人一定是懂得好好珍惜生活的，这样的人自然是值得被生活所善待的，最后不过是拥有了自己该拥有的。好了，健康线看健康运势。俗话说得好，十指连心。通过对手掌手相的观察，能够了解自身身体不同部位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。这也是为何说手相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健康运势的变化。而想通过手相了解身体健康状态，那么首先就要对健康线有所了解。那什么是健康线？健康线有什么特点？不同形态的健康线代表什么含义呢？小酱汁今天就来给酱友们具体说一说。什么是健康线？健康线起自手腕线，穿过月球、火星平原，一直向水星球延伸。也有一些健康线起自生命线，然后向水星球延伸。健康线的长短不一，有的很短，直达感情线；有的很长，可以直达水星球。如果说生命线代表的是一个人先天寿命的长短，那么健康线则反映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好坏。健康线的特点。健康线与其他纹线不同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，相反，假如手掌中完全没有健康线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表示其人身体状况非常好，体魄强健，神经机能健全。而当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衰退，健康正在慢慢出现问题时，健康线才会有所显现。这时通过观察健康线的深浅、形态、位置以及颜色，可以大致了解其人身体哪些部位出现问题，应该如何防范。不同形态的健康线有何含义？健康线清晰无断裂。
伸长清晰的健康线表示个人健康状况良好，有充沛的体能，而耐力极强，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工作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如果原本没有健康线，身体机能也正常，但手上却突然出现了健康线，就表示近期过于疲劳，需要好好休息。2. 健康线呈波浪状。具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感单机能较为衰弱，肝火较旺，脾气容易急躁。假如健康线上有出杂纹，看上去甚为凌乱的话，则表示其人会因为消化器官疾病而导致记忆力减退，同时也是事业上不如意的表现。3. 健康线短而分叉。健康线很短，而且前端分叉或者模糊不清，表示其体质较弱，抵抗力差，小病不断，容易生一些慢性疾病，或者衰老的比较早。此外，其人容易遭遇突发灾祸，应远离危险之地，在操作一些大型工具时也是非常的小心。4. 健康线不连贯。健康线如果断断续续不边贯，表示其人的消化机能正在衰退，很容易患上肠胃疾病，偶尔则会发生肺炎或者内膜炎等病。尤其健康线呈片段形、呈梯形时，这种迹象更为明显。而当断断续续的健康线与非常弱的生命线相交时，表示其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好，是一种短寿的表现。有这种健康线的人需要多加注意，最好能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，以求恢复原有的机能。这样不佳的健康线也会转好。在饮食上要注意避免暴饮暴食、酗酒、忌食辛辣和刺激性强的食物。另外，身心压力大也是造成消化系统病变的原因之一，要及时给自己减压。5. 健康线呈锁链状。健康线呈锁链状的话，表示其人容易患上脑部疾病，如精神衰弱、失眠等症，而其人的意志力不太坚定，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。6. 健康线变色。当健康线突然变黄时，表示其人很可能肝脏出问题，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。如果健康线上有赤色的斑点，则代表的是热病；出现黑色的斑点，可能患有慢性消化道疾病。7. 杂乱无章的健康线。就是健康线出现杂乱纹路，表示为人飞扬跋扈，不能和周围人和谐相处，总是喜欢自作主张，不听从别人的意见，与人相处也总是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矛盾，甚至口角摩擦等等。8. 健康线穿过生命线。良好的健康线最好要与生命线分开一段距离，而如果健康线与生命线相交，或者穿过生命线的话，表示其人外强中干，内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可能出现问题，易患有脑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等，而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非常固执。9. 健康线止于感情线。健康线如果从生命线的内侧出发，止于感情线，表示其人的心脏功能较弱。如果健康线的颜色为青色，而且很粗的话，则是表示心脏衰弱，血液循环不良。假如健康线起自生命线，止于感情线的话，也代表其人心脏功能不佳，需要多加注意。假如健康线只在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的话，则表示其人个性非常顽固，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，同时要注意头部和心脏方面的疾病。10. 健康线止于智慧线。健康线终止于智慧线时，代表其人易患脑部疾病。假如智慧线与健康线相交出现星号时，女性的话容易发生难产或者不能生育，男性的话则表示性机能较弱或者难于得到孩子。11. 向金星丘延伸的健康线。由生命线内侧延伸，健康线从生命线内侧延展而出，且色泽极差，表示心脏功能较弱。小江之建议，因为容易患心脏病，所以在平时生活中要多注意缓解自身压力，不要给心脏增加负担。12. 连接感情线与智慧线的健康线。
连接感情线和智慧线的健康线就是健康线的两端，连接着感情线和智慧线，表示总是会固执己见，不懂变通，在与人沟通上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，不太容易协调，是非纠纷也不断。4. 健康线上出现其他纹路。1. 出现十字的健康线。出现十字的健康线是指靠近月丘的位置，健康线上出现了十字纹路，表示为人心思细腻，脑筋转得快，对于新奇的事物总是会有浓厚的兴趣，喜欢接触有神秘感的事物，但在身体方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小毛病产生，要特别引起注意，否则小病也会慢慢发展成大病。2. 健康线与智慧的交汇处有星纹。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的部位有星纹，表示会在怀孕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，或是预示生产时会发生意外，建议夫妻双方要多沟通。另外还要知道，压力也是导致不孕的原因之一，因此凡事不要斤斤计较，要懂得享受生活。3. 健康线上有岛纹。假如在健康线上出现岛纹的话，表示其人呼吸系统不是太健康，咽喉部位可能患有疾病。如果这个人的指甲非常的长，同时健康线上又有岛的形状，又有纵纹的话，表示的是这一个人特别容易患上肺部疾病。如果这个岛纹上面又出现了格子或者方块状的纹路，表示其人很可能要动肺部手术。如果是左手的指甲比右手稍短，且健康线上有岛纹的话，表示其人容易患支气管疾病。而假如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处有岛纹出现的话，则表示其人很有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对于所有人来说，身体健康是头等重要的事情，无论事业多成功，生活多富足，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是无福享受。因此大家平时一定要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，看看是否有健康线的出现。假如已经出现了健康线，那便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，不要让小病变成了大病才去关注，往往为时已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